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店长广播，欢迎来到心有灵犀杂货铺。各位们好，欢迎来到杂货铺，我是你们的掌柜。诸位应该都知道了，掌柜深度参与了第26集 ACI 的制作，当然成品比生图还丑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可能是因为我算 ACI 分析师中相当年轻的一批，所以给我的妆造啊、打光啊、滤镜啊都是照着增龄20岁去的，这样显得专家感强一些吧。那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上 ACI 是什么感受。首先，掌柜要感谢 ACI 中文字幕组，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能和制作组有合作关系的字幕组，一直以来为爱发电，可以说是为航空知识在中文圈的普及做出了卓绝的贡献。自掌柜在隔离期间开始解读 ACI 时，就成为了字幕组顾问团的一员，于是就有了时不时的联动。后来掌柜的一些解读被 ACI 制作组看上了，于是也就成为了制作组分析团队的一员，并随之一起进入了第26集 ACI 的筹备阶段。当然，字幕组作为 ACI 的应援团，对特定案例是会与制作组交流并给出建议的，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，也无法决定他们最终拍什么和怎么拍。OK， 那回到第26季的制作 ，ACI 每一季的制作都由不同的制片人负责各集，是典型的制片人负责制的纪录片。这也导致了哪怕是同一季的 ACI， 每一集的水平也是有参差的。比如有时候这一季里就会出现新的制片人，还没啥航空业的相关经验，那他负责的那集基本上就会比较难看。而联系我的这位制片人呢，还算有经验，至少已经参加过2季的 ACI 制作了，但有时候也会问出一些在我眼中看来比较匪夷所思的问题，毕竟他以前是拍动物星球的，跨度着实有点大。这位制片人找到我后，给了我一堆材料，包括事件报告啊、相关新闻啊、历史报道啊等等。然后呢，我们进行了一次面试，以探查我对该事件的理解是否有独特的观点或角度。一般一起事件的分析团队会包括至少3名分析师，分别是人为因素分析师、机型分析师和背景环境分析师，即航空事件分析里经常说的人机环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还会再采访相关调查的负责人或者亲历者。每个分析师都会顺着事件的发展轨迹来发表观点，但侧重点有所不同。由于掌柜没有飞过事发机型，所以制片人主要询问我的就是人因和环境问题，比如中国的高度层设置和东亚航司的运行环境等。当然这次面试也会出现一些在我眼中非常不可思议的问题，比如他会拿出一个机场的装载车问我这是啥，我就感觉他在给我做图灵测试，想试试我是不是真的业内人士。但后来随着交流的增多，我发现其实是我想多了，很多方面他是真的不懂。完成初次面试后，他们的制作团队会以事件报告里的 CVR， 也就是苍蝇记录为时间线，整理出一份巨长的问题清单，分2大部分，一共47个问题。去年6月份给了我第1版，让我粗略回答，我写了9200多个字。1个月后的7月，他们把问题增加到了56个，给了我第2版，我的回答呢也增加到了12000多字。最后他们敲定了第2版，并且和我签了保密协定，即在这集发出来之前，我不能就 ACI 发表任何相关内容。所以从去年7、8月开始，我就开始断崖式的拖更，直到这期才算是彻底解冻了。当然拖更一时爽，一直拖更。然后就到了去年8月的拍摄日。 ACI 的主要拍摄地有3个，其中 Brantford 机场是他们的主要基地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赞助者是位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退将，在该机场有他的产业，所以他们的摄影棚啦、机场外景啦，基本都会在那儿拍。但使用这个棚的前提是这个退将得在加拿大本地才行，因为这其实是他的私人财产嘛。而刚刚好采访我那天他不在加拿大，所以我们就只能临时找地方，就租了个工作室。好在采访不需要太多人，制片人加录音师加摄像师是他们的团队，我就带了一个字幕组当地的小伙伴作为我的团队，一共就5个人。拍摄过程很无趣，因为告诉我不能穿白的，不能穿黑的，我又不想单独为这个采访去专门买一套灰色的西装，所以呢，这个采访的西服呢一身灰，其实是字幕组小伙伴的衣服。采访的过程是没有稿子在面前的，制片人会坐在我的正前方，摄像机在制片人的后方，越过他的肩膀拍摄我的脸。问答途中呢，会临时修改一些问题，我会感觉到制片人在把重点往哪个方向上引，这点其实挺有意思的。本来预计是要录4个小时的，结果当天意外的顺利，基本上不到3个小时就结束了。拍摄完成后就是等他们制作上映，这段期间他们会时不时来问掌柜各种相关问题，
而且最逗的是，他们本季的第1集都上映了，还来问我问题。这就解释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，那就是为啥有时候他们1季的每一集顺序都确定了，但播出不按这个顺序走。这次的深度参与制作，我才明白，人家本来其实是想按顺序的，但如果按顺序这集没做完的话，那就谁先做好谁先上了，你就也挺草台的。好了，本期的心路分享就先到这里了。这一的最后一集，也就是掌柜参与的这一集，欢迎各位出门右转 ACI 中文字幕组自取。杂货铺的相关解析也会很快就上，欢迎你点个关注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